大家好，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我第一次讲国家民族，结果我坐了3年牢；我第二次讲国家民族，结果使我没了这个手指；我追求理想，追求物质享受，结果的收场是一无所有。这句话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它道出了一个大时代里面的小人物的最终悲剧和心理的无奈。也就是说，谁也逃不过，无论你是教父般存在的有血有肉、顶天立地的爱国强人，还是追求3餐国府、不问世事、忙忙碌碌的贩夫走卒，你都有可能在某年某月某日一日之间一无所有。他可以是已经出世的吴亦凡、张哲瀚，也可以是正在出世的天天兄弟钱枫，更可能的是今天依旧亮丽光鲜、光彩照人的任何人。无论你奋斗了10几年、20年，甚至比当年的许文强混得还要好、还牛逼、还滋润。所以珍惜当下不是一句空话。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期待他们一路都会野蛮生长、野蛮得奖。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36条提到说，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涉嫌多人的话，处10年以上无期徒刑，甚至于死刑。这是天天兄弟钱枫现在天天担惊受怕的噩梦了。只不过警方闪电般的攻势表明，现在的证据暂时不支持强奸的说法。其实这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大量的人证物证已经无法在背后彻底洗白这个不差钱有名气的天天二兄弟了。一个湖南卫视的当家主持人，就算约炮嫖娼，就算属于2、3年前的下半身的犯错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影响，都无法让风波止息，轻则雪藏，重则社死。在这个风头火势之下，似乎也没有前面的选项了。这个受害人小易公布出来的跟钱枫之间的聊天记录和疑似私了的转账记录，足以证明了钱枫猥亵的实锤以及惯犯的手法。加上事发当时监控录像所显示的，钱枫无论涉嫌强奸与否，都实打实的成为了恶心渣男一枚了。让人感叹的是，这个渣男混到了现在，怎么都算是资历仅次于汪涵的芒果台元老了。作为天天的二师兄，他真的和《西游记》的二师兄一样了，不仅拥有了二师兄的嘴脸，而且还具备了二师兄的色胆。真不知道这家伙私底下是如何去影响白纸一样的少年王一博的。令人痛心的是，当年他犯案的时候，很明显有为数不少的天天向上的工作人员在牵线搭桥。这要是追究起来的话，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话，肯定能抖落出几个协同的惯犯出来。因为这是妥妥的无法公开的娱乐圈套路，或者说潜规则。也就是说，当某追星少女或者说追梦少女参加录影的时候，如果被某主持人看上的话，底下的工作人员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都会安排联络、张罗饭局、等待下文等等。作为天天的顶梁柱，也就是芒果台的一哥汪涵，应该早就知道了钱枫的为人和龌龊了。因为汪涵之前就曾在节目中公开调侃过钱枫，他说钱枫结婚了，其他女孩子就安全了。当时他还讪笑钱枫说，朋友圈里怎么都是女生。因此您看出来了没有，真的要拔萝卜的话，拔出来的不仅仅是个深坑了，更有无数的龌龊和黑幕都会抖落出来，公诸于众。
汪涵作为湖南卫视的台柱子大哥大，如果这个跟随了自己整整13年的二兄弟真要出事的话，他保不准也会连带上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就连背后的湖南卫视也难保会成为清算和攻击的目标。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一直站在改革最前线的湖南卫视一路都太过招风抢眼，太招人羡慕嫉妒恨了。只是作为省级的影响力最大的频道，湖南卫视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地方卫星频道，所以背后的势力都是盘根错节、利益交错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最坏的结果可大可小，完全视乎权力机构的最后拍板的决心了。最打脸的就是上个星期，也就是8月17号，天天兄弟个个还带头签署了所谓湖南卫视主持人文艺工作承诺书，信誓旦旦的承诺说要守护道德底线，彰显社会公德，谨守个人私德，结果这星期就啪啪打脸了。有兴趣的您可以在这份签名录中找一找王一博在哪儿，他的真实笔记我在视频的封面当中已经显示出来了，感兴趣的您可以自己对照一下，找找自己的乐子。提醒一下的是，所有签名当中就他的签名最潇洒最无拘无束了，而前锋的签名嘛，我只想说字如其人。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吗？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写下您的个人的观感。我是深深感觉到网络时代的人们键盘用的实在是太多了，字体也跟着懒懒散散、歪歪扭扭不成形状了。不知道您有没有相同的感觉呢？这个前锋其实也让我不得不想起了另外一个也是私德犯了事儿的天天的兄弟，他叫田园。话说田园出轨还只是道德上的层面，所以天天的大师兄汪涵也是有情有义，后来居然伸出援手挽救了兄弟一把，可谓仁至义尽了。现在天天向上这个刚刚好走过了13年的铁打的主持团队，除了汪涵之外，就剩下这个相伴风雨一路走来的前锋了。这下可好了，刚刚签了承诺书的前锋跟着就被严厉的打脸了，让事事敢为天下先的湖南卫视承诺书瞬间就变成了废纸一张了，甚至还连带上了那个有份签名的天天小兄弟，也就是倒霉的王一博了。好事儿就这样被一个人连累成了坏事儿，成为了别人家口中的笑话。前锋一辈子都没啥大的成绩，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就是这个天天向上了，甚至欧弟还在主持的时候，前锋的角色一直都还是相当的绿叶，相当尴尬的存在。就这么一个几乎可有可无、素质一般般的小角色，现在突然之间爆成了一个大新闻，还是在这么一个社会主义铁拳全面出击的诡异加上诡异的时间点。丑闻的目的或者说导向到底指向了谁呢？我只能说见仁见智了。前锋什么时候社死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因为他本人就压根儿不是什么杀伤力、影响力甚至资源角力的存在，他倒下与否无关大雅，他那相当有限的竞争力让他注定成为了投石问路的无足轻重的石子了。问题就在于他犯案的时候为什么这么熟门熟路呢？而在犯案之后又为什么表现得如此轻佻和自信呢？为什么事后压根就不懂得尊重对方呢？反而反反复复去故意伤害受害者的自尊呢？为什么他当时就不怕升级矛盾呢？为什么当时压根儿就不怕受害者报警呢？甚至他连吴亦凡式的谎言套路和虚情假意都省掉了，干脆不接受害者的电话，不假借谈恋爱之名去淡化风波，只想简简单单匆匆忙忙的转钱了事呢？
还有很多很多的疑点和问号。总之，天天向上背后也有深水，贵圈之乱，站在岸上的吃瓜人是完全看不清楚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前锋是颗小萝卜呢，还是大萝卜呢？娱乐圈整治风暴从他的身上到底能够产生出多大、多猛、多残酷的龙卷风呢？今年顶流的男女艺人们连续的塌房，让吃瓜的群众完全目不暇接了。这边厢赵丽颖才死里逃生，从粉丝造反的风暴当中被意外的解救了出来。那边厢一直帮扶照顾王一博的两位大师兄和二师兄，又有可能被爆瓜、被针对了。如果被人深挖下去的话，敢为天下先的湖南卫视芒果台更会再次站到了国家整队的风口浪尖上了。为什么我会说再次呢？因为2017年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第一巡视组就曾经严厉批评过湖南卫视娱乐立台以收视率论英雄的思路根深蒂固，不能时刻紧绷党媒姓党和政治家办台这根弦。您注意到了没有？当时就出现了党媒姓党的非常严厉的警告了。其他关于湖南卫视谣言大本营、赵薇甚至赵丽颖的各种江湖恩怨，细心的您也能看出个中的端倪了。我就随便给您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关于湖南卫视新《还珠格格》的若干争议性问题，微博就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比照新旧还珠的倾向性的投票，新还珠的投票居然才 4%， 让湖南卫视当年极度的尴尬和难堪，严重影响了收视率。当年花千骨的剪辑问题、楚乔传的抄袭问题，都一度让湖南卫视被批判过、被指责过，次次都是轩然大波，影响到收视。至于说湖南卫视的另一个当家主持杜海涛，也曾经因为下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被迫在微博上认错服软过。总之，江湖恩怨绝非脉络清晰的故事会，而是错综复杂的剧本杀。许文强式的英雄人物有，但结局都很惨。所以许文强在上海滩里说过这么一句话，也就是靠人不如靠自己，有时候很多事要做最坏的打算。我感觉他说的要做最坏的打算这句话，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放在当今这个尔虞我诈的娱乐圈，仿佛更是说给娱乐圈江湖的任何人听的，包括一路奋进的赵丽颖，也包括初心少年王一博。您说对不？好了，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润甫夫妇王炸 CP 这次历尽劫难之后能顺利的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已经证明了2次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就是能够影响未来、产生光明的巨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拨开云雾，迎来阳光，更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你所钟情和喜爱的人。世事难料，云雾开合，爱一个人就请时常的大声的说出来。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